举世关注的多哈世乒赛已经落幕。毋庸置疑的是，实战就是试金石。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首次大考，多哈世乒赛是对各协会实力的一次大检阅，是对世界乒坛最新格局的一次再调整。实战证明，世界乒坛最新格局是国乒仍然最强，但男单和双打统治力下降，日本已成为国乒之后第2强队。在备受瞩目的男单决赛中，王楚钦最终以4-1拿下了他人生的第一座世界3大赛冠军奖杯。这个冠军不仅让王楚钦彻底摆脱了巴黎奥运会32强出局的阴影，洗刷了澳门世界杯半决赛3-1被雨果击败的耻辱，也拯救了国乒领导刘国梁、王励勤，为刚刚经历了管理层更迭的国乒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在刘国梁担任乒协主席的时代，王楚钦获得了最多的资源倾斜，几乎被视为国乒接班人培养。讽刺的是，就在刘国梁卸任后不久，王楚钦终于不负众望地拿到了世乒赛男单冠军。这也证明了王励勤从严抓训练纪律的成效。就在不久前，王励勤取消了王楚钦、孙颖莎出国比赛坐飞机头等舱的特权，全队都坐经济舱。赛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王楚钦还没开口就先抹了把眼泪。去年德班世乒赛，我打进决赛，当时真不知道这个比赛有多难。这个采访瞬间冲上热搜，微博阅读量一夜突破了7亿。本次世乒赛，国乒面临各种严峻的考验。第一，3大主力马龙、樊振东、陈梦淡出国际舞台，巴黎奥运主力阵容流失一半，让本来就青黄不接的球队遇到更多难题，不得不大洗牌，派出许多未经考验的新人或者新组合参赛。第二，外协会运动员进步神速，老中青3个年龄段都有威胁国乒主力的运动员，单打、双打2线也不例外。尤其4月澳门世界杯，男单雨果夺冠后，让大家对冲击中国队的信心更足了。第三，比赛开打前不久，中国乒协突然更换领导班子。后刘国梁时代，新任乒协主席王励勤能否在短时间内凝聚球队的力量，打好世乒赛，也引发球迷们的质疑和担心。比赛开打后，国乒从第一天开始就遭遇败绩，10位单打选手中的一半5人输外战，6对双打组合中的4对也输球。面对不利形势，国乒其余单打选手与双打组合最终顶住了压力，成功的在其他外战中守住了阵地。王楚钦的表现最显眼，先在1/8决赛中击败西蒙，随后连赢名将林昀儒、莫雷加德晋级决赛。面对上个月才打败过自己与林诗栋，这次又击败梁靖昆的巴西世界冠军雨果，决赛发挥稳定，拿下胜利，由此而首夺世界大赛单打冠军。本届世乒赛，日本队表现非常亮眼，总计收获1金1银2铜，而且男女2线、单打、双打各项目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都有不俗的表现，未来会持续对国乒造成更多威胁。巴西选手雨果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内3次击败中国队主力，先后收获世界杯冠军胜王楚钦、林诗栋，世乒赛亚军胜梁靖昆、输王楚钦，可以说已经成为了国乒男单的头号对手。林昀儒、高成瑞击败了所有的国乒男双组合，作为本届比赛国乒唯一没有拿到冠军甚至未获得奖牌的项目，男双接下来留给教练组的难题远不仅限于运动员的配合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接下来究竟该如何组建男双配对来应对洛杉矶奥运会的考验。其实不仅是男双，其他项目也很类似。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可以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后备力量不足。本届世乒赛让更多的协会在双打上看到可能性，并重新开始挖掘培养双打新人。
韩国队的申玉彬已经从韩国队重点培养的新人，经过了数年的磨砺，现在变成了双打中靠得住 carry 全程的支柱。这届世乒赛，韩国队2枚铜牌都有申玉彬的主要贡献。在新的6枚金牌的奥运会赛程中，那些凑不满参加全部6项的小协会，在双打中会获得更大的阵容灵活性。他们不用顾及单打或者团体，可以想方设法最大化专注于双打。而在单打中，各个协会的实力在前所未有的拉近。即便在实力档次段落最明显的女子单打中，中国队保持着可观的领先优势，4强中占据3人。但整体上看，日本已牢牢占据第2的实力。这次女单8强，中国、日本各占据4个位置。日本女队的实力已经不仅仅在于她们有一批有冲击力的选手，更在于她们已经抵达足以内部竞争迭代、提升整体实力的程度了。对于中国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4枚金牌的结果超出预期。但是现在的中国队不再拥有先进的打法，每场比赛都需要运动员全力以赴地去拼搏，在质疑声中坚守，在困境中破局。国乒的传奇没有终点，我们的热爱也不会止步。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加人情味的体育讲解，别忘了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哇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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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溜 biu 不溜 biu， 空龙扛啷扛啷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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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龙。